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长姐驾到，贺家大小姐不好惹》故事解说。贺家大小姐贺云初结束海外工作，连夜归国，刚落地便接到父母来电。父母对她拿下重磅大单颇为欣慰，同时嘱托她此次回国的核心任务便是把关弟弟贺云洲的新女友。贺家早已定下规划，待贺云洲婚事落定，便由贺云初正式接手家族企业，扛起贺家发展重任。贺云初坦然应允，温柔叮嘱远在海外的父母安心工作，保重身体。贺云初返程途中，贺云洲的女友陈梦正与大姨私下闲谈。大姨打心底轻视未婚的贺云初，认定他不足为惧，根本不敢刁难陈梦。陈梦更是极度自负，笃定自己能顺利嫁入贺家，坐稳豪门少奶奶的位置。大姨满心期盼，等着陈梦飞黄腾达，带着陈家彻底摆脱平凡家境，衣食无忧。为迎接首次上门的陈梦，向来无辣不欢的贺云初特意叮嘱佣人张叔，全屋菜品一律禁辣，全力迁就对方的饮食喜好。张叔看在眼里，感慨在心，深知大小姐向来随性，却愿意为未来弟妹委屈自己，足见他对双胞胎弟弟贺云洲的极致疼爱。贺云初对贺云洲的偏爱贯穿整个童年，甚至为他赌上了半条性命。姐弟5岁时，贺云洲失足滚落楼梯，贺云初毫不犹豫以身铺垫，当场摔断2根肋骨护住弟弟。贺云洲15岁确诊白血病，全家唯有贺云初骨髓配型成功。为不让弟弟背负心理枷锁，他主动叮嘱父母永久隐瞒真相。在他心中，贺云洲是自己拼死护下的亲人，他只求弟弟一生平安顺遂，无忧无虑。久别重逢，贺云洲见到归国的姐姐，满心欢喜，亲密撒娇拥抱。贺云初无奈又宠溺地吐槽他幼稚，贺云洲连忙讨饶，直言日夜思念姐姐。他迫不及待向贺云初夸赞女友，称陈梦出身普通却温柔纯粹，不贪慕虚荣，与世俗拜金女截然不同。又细心叮嘱姐姐，陈梦缺爱胆小，性子柔软，让她收敛脾气，切勿吓到对方。贺云初心软应允，承诺好好相待。姐弟闲谈间，门外敲门声响起。贺云初开门后瞬间认出，眼前的陈梦正是白天在街上不慎冲撞自己的女孩。陈梦同样错愕，没想到自己随手冲撞的普通人，竟是贺云洲的亲姐姐，贺家嫡出大小姐。贺云洲连忙介绍二人相识，贺云初为顾全弟弟颜面，压下心中异样礼貌相待。可陈梦态度敷衍淡漠，转头便对着贺云洲撒娇喊饿，催促他带自己吃饭。全程无视一旁的贺云初，礼数尽失。踏入奢华的贺家别墅，陈梦满心艳羡，暗自将这里视作自己未来的府邸。同行的大姨更是激动不已，笃定只要陈梦嫁入贺家，陈家便能一步登天。表面乖巧温顺的陈梦早已暗自盘算，察觉贺云初态度冷淡后，暗暗发誓日后站稳脚跟，必定立下规矩，让贺云初认清谁才是贺家未来的女主人。用餐时，贺云洲贴心告知陈梦，一桌清淡菜品都是姐姐特意为她准备的。但陈梦看着清淡饭菜，满脸嫌弃，只觉寡淡无味。贺云洲毫无察觉女友的不满，依旧温柔为她剥虾，悉心照料。猝不及防间，陈梦当众暴怒，厉声质问贺云初凭什么想用贺云洲包的虾。他肆意嘲讽贺云初懒惰娇气，毫无本事，反倒厚脸皮受人照顾，还倒打一耙，指责贺云初身为大姑子，初次见面不主动下厨招待，不懂规矩，失礼至极。贺云洲连忙打圆场安抚陈梦，不停劝说姐姐大度包容，声称陈梦只是说话直白，并无恶意。贺云初顾及弟弟情面，暂时隐忍退让。可陈梦见状愈发嚣张，笃定贺云初在贺家无地位，无人撑腰，接连冷嘲热讽，一边夸赞贺云洲懂事贴心，一边贬低贺云初不懂尊卑，毫无眼力。随后陈梦变本加厉，打探贺云初年龄，嘲讽他大龄未婚，无人青睐，甚至自作主张要将一事无成的表哥介绍给贺云初。他假意好心，声称自己表哥虽家境平平，却不嫌弃贺云初，愿意和他安稳过日子。贺云初平静反问，自己各方面条件远超对方，何须接受他的随意安排？陈梦瞬间恼羞成怒，自认是未来贺家女主人，觉得给贺云初牵线是抬举他，斥责对方不识抬举，还扬言要亲自给贺云初立规矩。屡次被无端挑衅的贺云初彻底忍无可忍，当场出手教训肆意放肆的陈梦。被打的陈梦当众崩溃哭喊，质问贺云初竟敢动手。贺云初态度强硬，直言不仅要教训无理挑衅的他，也要管教识人不清，一位偏袒外人的弟弟。贺云洲闻声赶来，陈梦立刻颠倒黑白，哭诉贺云初无故欺负自己。贺云初冷静告知弟弟真相，细数陈梦当众羞辱自己，随意安排自己婚事的无理行径。陈梦心生慌乱，生怕丑事败露，再度倒打一耙，指责贺云初蛮横无理，在家肆意动手，甚至呵斥佣人将贺云初赶出家门。
可所有佣人都清楚贺云初的身份地位，纷纷表态贺家事务由大小姐做主，绝不听从陈梦吩咐。即便真相明晰，贺云舟依旧全力维护陈梦，不停向姐姐道歉，以陈梦原生家庭不好，性格受限为由为其开脱。陈梦顺势卖惨示弱，声称自己只是好心规劝，乡下对大龄未婚女性本就议论颇多，自己是真心为贺云初着想，甚至仍不死心，继续劝说贺云初考虑自己的表哥。贺云舟连忙打断陈梦的荒唐言论，无奈告知姐姐，陈梦心性单纯，说话直白，自己会好好教导她改正毛病。随后他低声恳求姐姐不要将今日闹剧告知海外父母，免得长辈忧心。贺云初看着一位偏袒外人的弟弟，满心失望，最终选择暂时忍让，勒令贺云舟好好管教陈梦，整改好品性，再带他上门。风波落幕，贺云初的未婚夫楚秋池到访，带来了楚氏珠宝为贺云初独家定制的限定项链，满心宠溺询问他是否喜欢。贺云初欣然欢喜，楚秋池顺势谈及贺家事务，劝说他放权，将家族产业交由贺云舟打理。即便弟弟能力不足，有楚氏集团扶持，也足以撑起贺家基业。贺云初无奈摇头，坦言自己并非不愿放权，只是贺云舟自幼体弱，当年若非自己捐献骨髓，早已性命不保。父母始终心疼幼子，放心不下，绝不会同意让他接手家业。楚秋池知晓全部过往，心疼他多年默默付出，调侃他身为未来楚太太，不必过度操劳。二人亲密互动之际，贺云初突然发现那条独一无二的限定项链不翼而飞，心中疑窦丛生。次日清晨，贺云初询问佣人张叔，昨日除自己外，何人进入过他的卧室？张叔如实告知，贺云舟昨日带陈梦参观别墅时，陈梦主动要求参观大小姐卧室。贺云初立刻吩咐张叔调取监控核查，很快刷到一则直播视频，陈梦正带着自己丢失的限定项链，在镜头前大肆炫耀，博取关注。贺云初怒火中烧，即刻勒令贺云舟火速归家。面对铁证，贺云舟依旧极力维护陈梦，辩解他出身清贫，从未见过贵重饰品，只是一时糊涂，并非蓄意偷窃。他苦苦哀求姐姐网开一面，承诺让陈梦归还项链，登门致歉。贺云初态度坚决，直言原生家庭的缺憾从来都不是偷窃犯错的借口，品行不端者绝不能踏入贺家，必须依法报警处理。情急之下，贺云舟当众下跪哀求，终于道出自己执意维护陈梦的缘由。多年来，他一直错认救命恩人，误以为是陈梦捐献骨髓救了自己，心怀愧疚，一心想要守护他一生。这番话让贺云初心寒彻骨，满心悲凉。他舍命相救，百般疼爱的弟弟，竟将自己的救命恩情错安在满口谎言的外人身上。看着执迷不悟的弟弟，贺云初压下满心失望，当即让张叔定位陈梦的直播地址，决心查清所有真相。很快，真相浮出水面，陈梦直播的场地竟是贺云初与楚秋池的专属婚房。贺云舟未经姐姐允许，私自将婚房钥匙交给陈梦，任由她闯入私人领域，借专属豪宅打造豪门人设，在网上招摇撞骗，收割流量。此时的婚房内，陈梦正与大姨密谋算计贺家。大姨叮嘱她嫁入豪门后，务必提携自己的儿子林刚。陈梦假意孝顺，承诺飞黄腾达后定会报答大姨的养育之恩。二人谈及贺云初，满心怨怼，笃定贺云初碍事，随即定下毒计，打算毁掉贺云初的清白声誉。他们深知豪门最重名声，只要贺云初身败名裂，便再无能力阻拦陈梦嫁入贺家。安排好大姨休息后，陈梦继续开播圈粉，谎称这套市中心顶级大平层是贺云舟为自己购置的婚房，还假意宠粉，宣称要抽取粉丝赠送同款项链，刻意营造自己备受宠爱、家境优渥的假象。直播间网友褒贬不一，有人羡慕追捧，也有人一眼看穿他假名媛的伪装，当众嘲讽。就在陈梦沉浸在虚假优越感中时，贺云初突然现身婚房，正主突袭，陈梦瞬间慌乱失措。贺云初冷冷质问他私占私人婚房，借他人房产利人设博流量的行径。直播间网友哗然，彻底揭穿了陈梦弄虚作假的真面目。即便被当场拆穿，陈梦依旧不知悔改，嚣张狡辩，声称贺云初身为贺家女儿迟早出嫁，家产房产最终都会归贺云舟所有，自己作为贺云舟女友有权使用。贺云初当即澄清，这套房产是自己独立之业，与贺家、贺云舟毫无关联，并下达最后通牒，限他10分钟内公开澄清人设，归还项链，搬离婚房。陈梦拒不配合，态度蛮横。贺云初直击要害，质问他是否一直向贺云舟谎称自己是当年的骨髓捐献者、救命恩人。大姨立刻上前帮腔，吹捧陈梦品性样貌出众，反倒指责贺云初咄咄逼人，容不下晚辈。
贺云初冷眼回击，细数陈梦偷窃财物、私占房产、捏造恩情、纵容家人私闯民宅的种种恶行，痛斥其寄生无赖的行径。大一被戳破心思后，恼羞成怒，当场翻脸指责贺云初刻薄无情。争执之际，陈梦的表哥林刚赶到现场，大一立刻颠倒黑白，哭诉贺云初无故欺压陈梦。林刚不分青红皂白，当众污蔑贺云初私生活混乱，扬言要动手教训他，为陈梦出气。贺云初淡然反问：区区处事基层预备组长，也敢在自己面前放肆？处事高管的去留尚且由他决断，何况一个基层员工？大一与林刚只当他吹牛虚张声势，林刚更是嚣张上前，意欲动手伤人。另一边，贺云洲联系不上陈梦，驱车来到婚房楼下，谎称带了惊喜让他下楼。陈梦望见贺云洲的车，瞬间慌神，连忙让大姨将贺云初拖进卧室藏匿，对着电话假装信号不佳，身处外地逛街，试图蒙混过关。挂断电话后，陈梦强装镇定迎接贺云洲。贺云洲进门后温柔提及项链之事，劝说他归还首饰，承诺日后为他购置更贵重的礼物。陈梦假意乖巧应允，随即撒娇想吃蛋糕，成功支开贺云洲出门采购。贺云洲毫无防备，叮嘱陈梦居家等候后便出门离开。他一走，大姨与林刚彻底暴露歹毒本性，企图逼迫贺云初损毁他的清白名节。贺云初奋力反抗，却被二人死死牵制。林刚嚣张放话，自己身为处事员工，前途光明，逼迫贺云初乖乖顺从。危急关头，楚秋池察觉贺云初失联，火速赶往婚房，撞见混乱一幕后怒火攻心。此时贺云洲恰好折返，亲眼目睹陈梦家人的恶行，终于看清陈梦虚伪歹毒的真面目。大势已去，林刚依旧嚣张跋扈，扬言要让楚秋池付出代价。楚秋池不再多言，直接通知人事部当场开除林刚，将其永久列入处事黑名单。林刚瞬间惊恐失神，这才知晓眼前之人是处事掌权人，也终于相信贺云初所言非虚。骗局败露，陈梦慌不择路，哭着向贺云洲求饶，谎称表哥只是醉酒胡闹，恳求贺云洲不要报警。楚秋池冷眼提醒贺云洲，贺云初险些遭遇侵害，绝不能姑息。贺云洲陷入姐弟与爱人的两难境地，走投无路的陈梦立刻祭出杀手锏，哭诉自己怀有贺云洲的身孕，哀求他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自己。得知陈梦怀孕1月有余，贺云洲瞬间心软。陈梦顺势假装绝望轻生，扬言得不到贺家谅解，便带着孩子一同赴死。贺云洲彻底妥协，连忙安抚陈梦，承诺带她登门道歉，求得姐姐的原谅。贺家父母得知女儿险些受辱，连夜从国外赶回，第一时间坚定站在贺云初身边撑腰，直言绝不姑息任何伤害女儿的人，同时要严惩识人不清、偏袒外人的贺云洲。贺云初满心暖意，感恩父母的信任与守护。次日，贺云洲带着陈梦及其家人上门下跪道歉。大姨依旧百般狡辩，将所有恶行归结为年轻人的误会玩笑。贺家长辈一眼看穿谎言，直言若无贺云洲默许，外人绝无机会闯入私人婚房。贺云洲才是整场风波的始作俑者。贺云初心底悲凉，质问贺云洲，自己当年舍命救他，如今他却为了一个满口谎言，心肠歹毒的外人，一次次伤害至亲姐姐。即便真相摆在眼前，贺云洲依旧执迷不悟，苦苦哀求姐姐成全自己的婚事，放过陈梦。一家人僵持对峙之际，贺家奶奶突然到访，听闻陈梦怀有贺家血脉，奶奶瞬间转变态度，全然无视贺云初险些受辱的遭遇，满心只顾贺家香火延续，当场认定陈梦为贺家准孙媳妇，全力偏袒维护，还安排陈梦搬至自己身边静养安胎。贺云初父母意欲阻拦，却被奶奶厉声制止。奶奶直言，谁敢委屈陈梦和未出世的曾孙，便是与自己为敌。有了奶奶撑腰，陈梦底气暴涨，暗自笃定，只要拿到贺家儿媳专属的10%股份，便能掌控贺家部分产业，彻底站稳脚跟。深夜，陈梦私下联络隐秘同伙，二人密谋完整夺权计划。原来他腹中孩子根本不是贺云洲的，从接近贺云洲的那一刻起，温柔柔弱、善良单纯的人设全是伪装，目的就是骗取贺家信任，夺取贺家股份与产业。二人约定，拿到股份后便彻底掌控贺家，随意处置贺云初姐弟。这番密谋恰好被深夜察觉异常的贺云初尽数听闻。贺云初刚听清全部阴谋，贺云洲便闻声出现，疑惑姐姐深夜驻足陈梦门口。贺云初当即告知弟弟真相，直言屋内有陌生男生，陈梦暗藏猫腻，绝非善类。可被蒙蔽的贺云洲全然不信。屋内的陈梦立刻伪装委屈柔弱，哭诉贺云初故意污蔑，无端刁难。奶奶闻声赶来，不问缘由对错，当众斥责贺云初嫉妒陈梦怀孕，
无事生非，坚决维护陈梦。贺云舟也满心失望，指责姐姐容不下自己的爱人，甚至放话若贺云初继续纠缠，便断绝姐弟情分。贺云初心寒彻骨，百口莫辩。父母深知女儿品性，断定其中另有隐情，安抚她暗中调查，静待真相水落石出。有了奶奶的全权庇护，陈梦愈发肆无忌惮。她仗着身孕肆意插手贺家内务，擅自辞退在贺家服务10余年、忠心耿耿的张叔，将作恶多端的大姨安排进贺家做工，明目张胆安插亲信，掌控家事。贺云初震怒不已，当场质问陈梦无权随意处置贺家老佣人。陈梦态度嚣张蛮横，自认是贺家准少奶奶，身怀金孙，打理家事理所应当，还谎称贺云舟与贺家父母早已默许。贺云初坚决反对，勒令他立刻将大姨赶出贺家，绝不纵容品行不端之人盘踞家中。陈梦见状故技重施，立刻假装腹痛不适，身体虚弱，要挟众人。贺云舟与奶奶瞬间紧张不已，纷纷斥责贺云初不懂事，为难孕妇，生怕伤及腹中孩子。面对家人不分是非的偏袒，贺云初满心无奈与失望。不仅如此，陈梦还将被处事开除、无处谋生的林刚安排成贺云初的专属司机，近距离监视、挑衅他。奶奶更是反复劝解贺云初大度包容，放下过往恩怨，强求一家人和睦相处。与此同时，楚秋池完成全方位调查，掌握了陈梦的全部黑料。经查实，陈梦早早辍学混迹社会，常年游走高端圈层，刻意结交富商权贵，靠虚假人设骗取钱财，社交平台暗藏大量揽客隐晦信息。早在半年前，他就精准锁定单纯富足的贺云舟，刻意设计接近，目的性极强。更重磅的体检报告彻底揭露真相，贺云舟患有先天性无精症，天生不具备生育能力。这意味着陈梦腹中的孩子绝对与他无关。自始至终，陈梦都在全员欺骗贺家上下所有人。手握实锤证据，贺云初怒火难平，打算立刻回家揭穿骗局。楚秋池及时拦下，告知已派人调取医院报告原件，让他静待完整证据，一击制胜，彻底拆穿所有阴谋。就在此时，常年旅居海外的贺家义子二叔贺明成突然回国。二叔向来公正耿直，疼爱姐弟二人。贺云初本以为他归来能明辨是非，劝说奶奶与弟弟看清陈梦真面目，没想到他此次归来态度异常诡异。恰逢陈梦与大姨故意生事，手持狗血泼向贺云初，谎称算命先生所言，贺云初命格过硬，气运压制贺云舟，才导致弟弟体弱无法生育，唯有泼狗血去晦气，才能为贺云舟夺回气运。贺云初彻底看清二人歹毒心思，当众厉声警告陈梦，再触底线绝不姑息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陈梦依仗奶奶的宠爱，强行霸占贺云初自幼居住的专属房间，以孕妇需静养、房间宽敞为由抢占居所。奶奶、贺云舟纷纷劝说贺云初退让，直言女儿迟早出嫁，房间理应留给贺家未来女主人于子嗣。就连父母也劝说女儿妥协，愿意为她置换更好的房源。贺云舟更是指责姐姐小气自私，埋怨她此前逼得陈梦险些自尽，认为让出一间房不值一提。全家人的偏心不公，让贺云初心灰意冷。陈梦趁热打铁，以打胎自尽要挟贺家，逼迫贺云初下跪道歉，扬言绝不罢休。奶奶被彻底激怒，全然不顾贺云初也是自己的亲孙女，当众斥责她不孝，甚至动手责打，逼迫她下跪安抚陈梦。场面彻底失控之际，二叔贺明成突然拿出一份全新体检报告，当众宣称此前报告为医院工作失误，贺云舟身体正常，具备生育能力，陈梦的孩子却为贺家血脉。二叔当场致电医院院长核实，将所有问题推给工作人员失误。有了他的权威背书，全家人瞬间调转矛头，纷纷指责贺云初心胸狭隘，嫉妒弟弟，联合楚秋池伪造假报告，刻意陷害陈梦，阻挠弟弟幸福。陈梦顺势假意委屈落泪，哭诉自己从未算计他人，却屡遭贺云初针对污蔑。贺云舟彻底误会姐姐，质问他为何处心积虑毁掉自己的婚事，算计自己的人生。贺云初极力辩解，却无人相信。楚秋池当场看穿猫腻，直言新报告漏洞百出，质疑二叔刻意偏袒，联合医院造假包庇陈梦。二叔态度强硬，拒不承认。为快速落实股份，敲定婚事，二叔主动提议尽快举办订婚宴，按照贺家规矩，赠与陈梦10%的家族股份。众人纷纷赞同，贺云舟满心欢喜应允。风波暂时平息，陈梦暗自侥幸，私下联系同伙吐槽伪装的疲惫，满心期待订婚宴落幕，拿到股份后便可彻底掌控贺家，不用再刻意演戏。临近订婚宴，陈梦愈发嚣张跋扈，公然逼迫贺云初为自己换鞋按脚，以贺家功臣身怀子嗣自居，
肆意使唤贺家大小姐。奶奶与贺云舟不仅不加阻拦，反而连连附和，纵容她的无理要求。贺云初忍无可忍，当众甩开她的手，厉声斥责她：别以为怀着来路不明的孩子就能在贺家肆意横行，无法无天。不久后，楚秋池为贺云初独家定制的高定礼服空运到货，款式绝美，独一无二，价值不菲。楚秋池临时接到跨国会议通知，叮嘱贺云初在贵宾室稍作等候，10分钟后回来陪他试穿。贺云舟恰好带着陈梦到访，陈梦一眼相中这款高定礼服，执意要穿着它出席订婚宴。贺云舟见女友满心欢喜，当即向店员提出购买，却被告知礼服早已被人专属定制，无法转卖。求而不得的陈梦瞬间委屈落泪，故作卑微哭诉自己出身低微，配不上贺家，甚至再度以打掉孩子相要挟。贺云舟彻底妥协，扬言就算买下整家店铺，也要满足他的心愿。店员左右为难之际，贺云初走出贵宾室，众人这才知晓礼服的定制主人正是他。贺云舟连忙低声恳求姐姐让出礼服，许诺100倍补偿。贺云初态度坚决，直言品行不端，心机歹毒的陈梦根本不配穿戴自己的专属礼服。店长见贺云舟气场强势，误以为他能压制贺云初，为不得罪贺家少爷，擅自决定将礼服转卖给陈梦。贺云初冷冷告知店长，整座商场都是楚秋池赠予自己的聘礼，尽数归他所有，店长无权擅自处置。贺云舟与陈梦满脸震惊，这才知晓贺云初拥有这般雄厚财力。楚秋池处理完工作及时赶回，当众全力维护贺云初，斥责店长狗眼看人低，越权办事，当即下令将其开除，列入楚氏全产业黑名单，终身永不录用。贺云舟与陈梦颜面尽失，只能狼狈离场。经此一事，贺云初彻底看透全局，弟弟的愚昧偏袒，奶奶的偏心护短，二叔的反常回国与刻意包庇，串联成一场针对自己、图谋贺家产业的巨大阴谋。他当即嘱咐楚秋池深度调查二叔贺明成，查清他篡改报告、极力促成婚事与股份转让的全部真相，决心揭穿所有谎言，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